北上让无数人泪目，白鹿用细腻表演，让的童年故事更加动人。每一帧都是回忆杀。在众多影视作品中，能够真正触动人心，勾起观众深深共鸣的作品屈指可数。然而，北上的前几集凭借其细腻的画面和浓厚的生活气息，成功的让观众仿佛穿越回了自己的童年。正如许多网友所评价的那样，演员老少皆有，结构十分舒适，生活气息浓厚，随便截图都能当壁纸，值得一看。这部剧不仅是一部视觉上的享受，更是一场心灵的慰藉。北上采用全景式拍摄，从多个角度展现了运河沿岸居民的日常生活。无论是街巷中的欢声笑语，还是院子里的奔跑跳跃，镜头的每一次移动都充满了细腻的情感。夏凤华、白鹿和马思义、欧豪在院子里自由奔跑，天真无邪的笑容仿佛让观众也回到了自己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。而周爷爷家的书香，谢家孩子们的笑声，绍兴河家中肆意的茶香，更是将那种温馨感渲染到极致，让人沉浸其中，无法自拔。不仅如此，剧中对场景的刻画极为真实且细腻，每一处细节都充满了生活气息，让人仿佛真的置身于那个年代。例如，小巷中石板路上残留的水渍，院子里悬挂着的衣物，墙角摆放的老旧竹椅，无一不让人感受到那个年代人们的生活状态。甚至连背景中的微风拂过树叶的声音，鸟在屋檐上啾啾的叫声，都让观众不禁沉浸在这幅静谧而温馨的画卷之中。剧中居民之间的互动也极具真实感。在那个年代，邻里之间的关系远比现在更加紧密，街坊四邻彼此熟识，孩子们可以自由地串门，大人们也会彼此照应。剧中的一幕幕场景，正是这种温情的真实写照。周爷爷坐在小院里，一边翻阅着泛黄的书籍，一边指导孩子们写字。谢家母亲端着一碗热腾腾的汤面，递给邻居生病的孩子，这些细节都让人不禁怀念起那个邻里守望相助、充满人情味的年代。随着镜头的推进，观众仿佛能够触摸到剧中那些温馨而朴实的场景。那时的孩子们没有电子设备，也没有丰富的娱乐活动，但他们依旧能在巷子里玩得不亦乐乎。跳房子、捉迷藏、滚铁环，这些游戏简单而纯粹，却承载了无数人的童年回忆。而北上正是用最真实的镜头语言，将这些场景一一还原，让人感受到久违的童真和快乐。北上中有很多短短的镜头让我忍不住落泪，他们唤醒了我内心深处对往昔岁月的怀念，那些在小巷里和朋友嬉戏的温暖记忆，与邻里分享一顿饭的温馨时光。回忆如潮水般涌上心头，让我感到无比感动和怀旧。童年是一种无可替代的存在，它不仅是我们生命中的一段时光，更是一种难以言喻的感觉。它可能是夏日午后在巷口吃着冰棍乘凉的惬意，也可能是冬日围坐在火炉旁听大人讲故事的温暖。这些记忆虽然简单，却构成了我们最深刻的情感印记。而北上正是用极为细腻的方式，把这些记忆重新展现在观众眼前。剧中孩子们嬉戏打闹的场景，让无数观众回忆起自己童年时的快乐时光。那时的我们，或许并没有丰富的物质生活，但每一天都过得无忧无虑，简单而纯粹。剧中的孩子们在田野间奔跑，在河边捉鱼，在小巷中追逐打闹，他们的笑声清脆悦耳，让人仿佛回到了那个没有烦恼的童年时代。不仅如此，北上还通过食物的呈现，进一步唤醒观众对童年的怀念。剧中的家常饭菜，如热气腾腾的白米饭、母亲亲手包的饺子、街头巷尾飘来的烧饼香味，都让人垂涎欲滴。这些朴实无华的食物，承载的不仅仅是味道，更是一种家的感觉，一种属于童年的温暖记忆。而剧中那种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，更是让人动容。还记得小时候，邻里之间关系密切，谁家做了好吃的，都会端一碗给邻居尝尝。孩子们之间没有隔阂，哪怕只是刚认识的朋友，也能迅速玩在一起。而现在，随着时代的变迁，
这种温馨的场景似乎已经越来越少了。现代社会的快节奏，让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变得越来越远，而北上正是用温暖的画面提醒我们珍惜那些曾经拥有的美好。当剧中的镜头缓缓扫过小巷，透过昏黄的灯光，我们仿佛能够听到妈妈在厨房里炒菜的声音，爸爸坐在院子里修理旧电器的画面，小伙伴们在门前等着我们一起出去玩耍的模样。这些画面让人鼻头一酸，仿佛自己又回到了那个熟悉而温暖的童年。除了温暖的童年回忆，北上成功之处还在于他对生活真实感的刻画。剧中的家庭关系、邻里之间的互动都充满了真实感，观众仿佛可以透过屏幕感受到那种人与人之间的温暖与牵绊。这种真实感不仅增强了观众的代入感，也让剧情更具感染力。北上在塑造角色关系时，特别注重细节上的处理，使每一位角色都充满了生活的气息。无论是邻里间的互相帮扶，还是家庭内部的细腻情感，都让人感受到那个时代特有的人情味。这种人情味在现代社会显得尤为珍贵，因为在信息化和快节奏的生活中，我们似乎渐渐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的真实互动。剧中，孩子们在院子里玩耍，父母在厨房忙碌，爷爷奶奶在院子里晒太阳聊天，这些简单的画面勾勒出了一幅温馨而真实的生活画卷。现实中，很多观众或许已经离开了小时候居住的地方，搬进了高楼大厦，甚至远离了家乡。小时候那种打开家门就能看到熟悉邻居，随时可以和朋友们结伴玩耍的生活，早已成为遥远的回忆。北上通过还原那种温暖而真实的环境，让观众重新体验了过去的生活氛围。它不仅仅是一部电视剧，更像是一座时光机，让我们能够再次回到那些充满人情味的岁月。此外，北上的镜头语言也增强了生活的真实感。导演巧妙地运用了自然光和长镜头，使得画面更加贴近现实。例如，当孩子们在小巷里奔跑时，镜头并没有刻意去煽情，而是以一种朴素的方式记录下他们的欢乐瞬间。这种自然的呈现方式，让观众更容易沉浸其中，仿佛自己也回到了童年的街头。你的童年是否也曾这样度过？是否也曾在街头巷尾奔跑，在院子里玩耍，在小巷中感受饭菜的香气？北上的前几集成功地将这些珍贵的童年记忆具象化，并通过细腻的镜头语言勾勒出一幅幅生动的画面，让观众在感动之余，也不禁思考起自己的成长经历。童年是一段短暂却深刻的时光，它不仅塑造了我们的性格，也成为我们心灵深处最温暖的角落。无论时代如何变迁，那些童年的记忆永远不会消散。它们藏在一首老歌里，藏在某个熟悉的味道里，也藏在像《北上》这样触动人心的影视作品中。如果你也被这部剧所感动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分享你的童年故事。感谢观看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在下方留言讨论你的感受哦。让我们一起回味那些温暖的时光。